兄长，你早已身染剧毒，用带有剧毒的灵力去祈福，反而成了诅咒。如今连最强的那个都废了。 寒风君谋反了！传令下去，一队保护极星渊众生灵，一队随我入极星神宫。是。穆七百，久等了。你不是？夫君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应该已经中毒了呀！先入你的瓮。 才能对你瓮中捉鳖。穆七百，当年你残害我师父，就该料到自己会有今日的下场。你虐杀无辜生灵性命，引出妖兽，残害六境，你的终局只能是元神尽毁，以祭奠每一个因你死去的亡灵。你说了，穆七百。 你不配死在我的手上，到底是为何？为何呀？我们年少时不是说好了，要一起守护极星渊的吗？多少年来，弱者只能仰望强者，摇尾乞怜，得不到半分公允。极星渊要再这样苟延残喘下去，和毁了有什么区别？你如果能站在我这边，
哪怕牺牲一些人，谋取更多的福祉，我们明明是可以成功。愚蠢至极，与虎谋皮，引狼入室。你有什么资格评断别人的生死？高手怎么突然变强了？妖兽群一旦暴走，连主人的命令都不会听从，主人甚至会遭到反噬，届时整个极星渊乃至六境都会生灵涂炭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有了妖兽，就能主宰六境，极星渊就不再会受人欺凌。你又怎知我做不到？你早就不是那个我儿时记忆中的遇强则强、坚韧不摧的哥哥了。你怎会为了求太平而如此这般懦弱、求全、胆怯？你当初就应该和逐水合作，我们明明可以合作。没有，你只会沦为质子。我原本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可以更好的保护你，没想到我还是没做到。白儿，你能原谅哥哥吗？当初，我以为我的哥哥是个大英雄，可以逐鹿青云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。我夫君的血液剑，本以为齐柏给我下的是毒药，未曾想只是丧失灵力假死的迷药。都怪我没有尽到兄长的教导之责。叔父是咎由自取，绝不是您的过错。夫君不要太过伤感。眼下逐水，绝不肯善罢甘休，所以还得多加防范。
现在六境的矛盾日益显现，恐怕寿华潘公的操练需要愈加勤勉。只有保住上3境之位，吉星渊才能掌握主动权。夫君，女儿还有一事，我已颁布下令，凡吉星渊境内有灵脉的仙子，无需再种引魂钉。我也会吸纳女子进寿华潘宫，成为斗者。是因为名义仙子吗？也并非只为名义，而是女儿觉得，那些有灵脉的仙子，其实从未做错什么。若说害怕他们利用妖兽军作乱，那更是可笑。分明作乱之人是叔父和主水灵咒。言笑他这些年一直在我和齐柏之间斡旋。齐柏让我昏睡不醒，是他暗中施法，让我的身体不致受损。他虽没有说，但我却能感知到，他或许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。言笑虽跟随齐柏多年，但念在他迷途知返，便免去对他所有的惩戒，让他不用再介意自己的出身，以后全心为吉星渊效力即可。但女儿，我怎么对她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想。公主，受到妖兽军侵袭的仙军们都已安置妥当，请公主放心。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说吗？要不是我看到你和季伯仔里应外合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……天琪。我出身低微，一路跟随穆七柏，是为了报答他的提携之恩，也是结识潘高。一开始他告诉我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吉星渊真正的强盛。我曾信以为真，直到后来，我看到他在暗中做的那些事，看到他是如何罔顾他人性命的。我便知道都错了。那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对策。你自己那样多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？我……之前进去也没有花施法呀，这是想干嘛？
何必这么惊讶？你之前也来这里救过我，不是吗？愿师父终得安息。云逸，我还从来没有和你提起过我与师父的过往吧？当年我九死一生，从尘渊逃出，却因离恨天发作，险些丧命。恰巧，师父作为博士的游医，四处采药救人。他在尘渊附近发现中毒后奄奄一息的我。这是能缓解离恨天毒性的药，快喝下去，能好受些。起初我并不信任师父，可师父却仍尽心为我解毒。我感念恩情，拜他为师。博士曾因研制出离恨天和黄粱梦，引发六境祸乱，故归诫后辈，不可让其现身。可师父为了救我，违背祖训，制出黄粱梦，最后惨死在穆七白手中。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他仗义援手，却搭上了自己的命，我根本无以为报。师父死前留下遗愿，不能再让任何人得到黄粱梦，所以我决定让黄粱梦永不现世。后来我练成灵犀境，参加庆云大会，接近极星院的权贵，就是为了给师父报仇。经历了那么多难事，所幸如今师父的仇终于得报了。明义，我对你毫无保留了。师父，他就是我之前与你说过的明义。我的妻子。他居然把血印解了。天机公主传来飞书，说穆七百已被关押。虽然是件好事儿，但是我有点不安。若穆七百背后有人指使，那他定活不过今日。可他却没有被灭口，难道他还有后手？殿下，所有守卫已被清理，请殿下随我来。
如今，妖兽被季伯宰毁，景熙君死在了极星园。殿下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季伯宰毁了也就毁了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听命于逐水过。只要能诓骗他们，将豢养妖兽的任务交于我，那么后面的一切就都由我随心所欲了。少群，你现在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。事态紧急，我们必须尽快养成另外一只妖兽。殿下放心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会以我的神魂血肉喂养它，不会有任何人发现。殿下大业必成。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少群，本君也没有想到，真的能走到这一步。当初要不是殿下，我早就被野狗分尸了。能为殿下的大义而死，是我的荣耀所在。少群，你走了之后，就没有人再这么护着我了吧？殿下，请放心，我会永远的守护着你。殿下，保重。陈渊出事了，多半是妖兽群。为什么？不是早都清除掉了吗？穆七白，穆七百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已经培养出了新的妖兽，目前已经无法阻止了。看来他还是留了一手。
木七百劫妖兽遁走，定会隐匿行踪。七叶劫即将到来，星辰之力最为鼎盛，但妖兽的妖力也最强。那会是木七百进攻极星宫的绝佳时机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明宪曾研制出一把可以封印妖兽的镇妖伞。他瑶光山比翼法器，所有瑶光神君看都没看就把它销毁了。但我亲眼见他做过，应当能重新复刻。你真要做镇妖伞对付妖兽君？你可曾想过，万一极星宫的人识得那是你的手笔，你的身份就暴露了？这妖兽君事关6境，如若我不能封印，多少无辜之人因此丧命。而且佘师傅跟我们讲过，100年前灵脉女仙豢养妖兽之祸，你可还记得？万一他们识得你就是明宪，就算你救过他们，他们也一样会把你立刻碾碎，你信不信？那是尚未发生的事儿，而妖兽君是近在眼前的灾祸。我只要有能力帮到他们，我便不能袖手旁观。还真是你，明宪。天机公主，祭仙君，明义仙子，我孟阳秋为祭仙君种下不洁的引妖吉藜，实在罪该万死。哎，但我也是被骗的呀。可我怎么会被骗呢？确实罪该万死。唉，这反省书给了天机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原谅我。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
你小子！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没事吧？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一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我，瑶光山太子明宪，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河虚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
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。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急行员输给急行员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急行员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
出来！就是，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够。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。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，季县君带回去正好。正好，这事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无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过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。
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仙君，难道是季仙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怎么想的？怎么选他了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
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吗？沉冤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，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恕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。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载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载？不，仙君，季伯载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。不吃这招。
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贤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贤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贤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载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期盼全部掉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载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载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载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载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
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方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你们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。 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